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、黃曉明新劇《造成者》正式改名，新名字看上去更有寓意。小城大事從農民集資蓋樓改寫命運的宏大史詩。下沉為街頭巷尾煙火氣中的時代陣痛，趙麗穎、黃曉明演繹普通人用0.17元積攢的勇氣，在浙江龍崗的家長裡短裡鑿刻出足以牽動一生的奮鬥印記。近日，趙麗穎、黃曉明領銜主演的年代劇《造成者》正式官宣更名為《小城大事》，這一名稱調整迅速引發全網熱議。沒有複雜的修飾，沒有宏大的表述，新名字用詞平實、通俗易懂，卻比原名更貼近劇集內核，藏着更細膩的寓意，讓觀眾一眼就能 get 到故事的核心味道。原名《造成者》直白點出農民造成的核心劇情，自帶宏大的時代史詩感，但也顯得有些抽象硬核，無形中拉遠了與普通觀眾的距離。而小城大事用小與大的對比，精準抓住了故事的精髓，小城錨定了故事的舞台，正是浙江龍崗那座從灘塗之上建起的農民城。這裡有街頭巷尾的煙火氣，有鄰里之間的家長裡短，是每個普通人都熟悉的生活場景。大事則點明了故事的分量，一群農民砸鍋賣鐵集資買的，合夥蓋樓，用每人0.17元的微薄力量改寫自己和家鄉的命運。這對千萬家庭而言，無疑是足以牽動一生的頭等大事。這種轉變不是簡單的名稱替換，而是對敘事視角的下沉與聚焦。劇集改編自紀實文學《中國農民城》，本質上是一部小人物闖大世界的奮鬥史。新名字恰好貼合了這份草根內核。就像趙麗穎近年在《幸福到萬家，風吹半夏》中塑造的角色那樣，她在劇中飾演的基層女書記，不是高高在上的造成者，而是扎根小城，為群眾奔走的普通人。黃曉明飾演的招商辦主任，也褪去了精英光環，成了帶着時代衝勁的實幹派。小城大事這個名字，讓這些角色的掙扎與成長，更能在觀眾的生活裡找到對照，引發深層共鳴。如今的影視市場，越來越多像《山海情人世間》這樣的作品，證明最能打動人心的，往往是貼近生活的煙火故事。造成者到小城大事的更名，正是順應了這份期待。它不再執着於造成的宏大動作，而是把目光投向小城之中的人情冷暖與時代陣痛，讓一部年代史詩既有格局厚度，又有情感溫度。雖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具體開播時間，但這場改名已經讓劇集熱度拉滿。相信這部帶着煙火氣與奮鬥勁的作品，終將用平實的故事、鮮活的角色，讓觀眾讀懂那個年代裡普通人用勇氣和堅守書寫的大事。2. 央視開年炸場，趙麗穎小城大事正面硬剛沒停好好的時代。農民建城 vs 重組家庭，你挺誰？好家伙，央視明年開年這是要搞事情啊！1月份直接2部年代大劇擺開擂台，這是不讓我們遙控器有休息的機會了。一部是趙麗穎、黃曉明主演的《小城大事》，講的是農民兄弟硬是在灘塗上無中生有造出一座城的狠活兒；另一部是梅婷、田雨挑大梁的《好好的時代》，聚焦一個重組家庭幾十年的雞毛蒜皮和溫情時刻。這陣容，這題材，簡直就是神仙打架！我光是看介紹就已經開始糾結到時候先追哪一部了。聽說《小城大事》原名《造成者》可是個硬菜，改編自拿了5個1工程獎的報告文學《中國農民城》，原型就是溫州龍崗那個真實發生過的奇蹟。幾十萬農民在國家沒給錢的情況下，靠自己湊份子，愣是把一片荒灘變成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。趙麗穎這次徹底顛覆形象，剪了短髮，演個雷厲風行的鎮長李秋平。黃曉明也一改往日的精英範兒，
變成個頭髮亂糟糟的農村書記鄭德成。這兩人從互相看不順眼到變成並肩作戰的基建搭子，據說戲裡互對的清洗橋段特別多。劇組為了還原80年代的樣子，下了血本，一復刻場景，還找了12位當年真正參與建成的龍崗人來演戲。那個萬人夯土築成的鏡頭，光是想想就覺得震撼。另一邊，好好的時代打的是溫情牌。故事從70年代末講起，機械廠工人莊先進田宇是帶着2義女，和歌舞團演員蘇小曼梅婷是帶着1子1女，組成了一個7口之家。這重組家庭的日子，想想就知道少不了雞飛狗跳。梅婷和蘇小曼這個角色，據說風風火火，還有點潑辣，跟她以前很多溫柔角色不太一樣。田宇演的莊先進就是個憨厚又有點幽默的工人，還得在工廠和家庭之間當潤滑劑。他家大女兒莊好好，陳浩宇是串聯全劇的關鍵人物，從電掣售票員一路成長為歌舞團歌手。這部劇時間線拉得長，橫跨近40年，要展現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。劇組在細節上也很用心，筒子樓的生活氣息，下崗潮帶來的衝擊，都會是重要的情節背景。李雪琴也參演了，據說演的還是追求師傅莊先進的徒弟，這感情線聽起來就挺抓馬。說起來，央視開年用年代劇對打好像成了新傳統。今年2025年初不就是六姊妹和北上打得火熱嗎？六姊妹收視率一度飆到 4.7， 創了紀錄，講的是6個姐妹的故事，家庭情感戲特別抓人。北上呢，改編自茅盾文學獎作品，講的是運河邊年輕人的故事，開局收視也很猛。這2部劇當時也引發了挺多討論，有人喜歡六姊妹的細膩家常，有人偏愛北上的青春奮鬥。這麼一看，央視在開年檔期排兵布陣是越來越有經驗了，知道什麼樣的劇能抓住不同口味的觀眾。再看明年這對組合，小城大事走的是宏大敘事路線，帶有輕喜劇色彩，展現的是集體奮鬥的史詩感。而好好的時代更側重於微觀視角，是細膩的家庭群像戲，在時代的煙火氣裡找共鳴。一個像是波瀾壯闊的交響樂，一個像是溫情脈脈的敘事曲。演員方面也很有看點，趙麗穎和梅婷都是公認的實力派，但戲路不同。趙麗穎在小城大事裡是乾脆利落的基層幹部，梅婷在好好的時代裡是操持一家老活的母親。黃曉明和田宇也是，一個要土下去，一個要穩起來，看他們如何突破自己，挺讓人期待的。制作上，2部劇看來都捨得下功夫。小城大事強調歷史真實感，有大規模的場景再現。好好的時代則要還原幾十年的時代變遷，從70年代末到2015年，服裝、道具、場景都得跟着變，才能讓觀眾有代入感。像好好的時代劇組，據說在昆明專門搭了80年代的機械廠場景，老式電車、縫紉機、搪瓷鋼這些老物件都盡力復原。這種對年代感的追求，幾乎是所有成功年代劇的標配。之前的人世間就是因為細節到位，才那麼受歡迎。到時候播出也挺有意思。小城大事預計1月上中旬就在央視黃金檔開播，騰訊視頻獨播。好好的時代則安排在1月底或2月上旬，在 CCTV1，而且還在湖南衛視和芒果 TV 同步播。這意味着1月份的大部分時間，我們都能在央視看到高質量的年代劇，簡直是追劇黨的福音。這種排播方式，既避免了完全同期競爭導致觀眾分流，又讓年代劇的熱度能持續1個多月，還能根據不同平台的調性吸引不一樣的觀眾。央視這步棋下得妙啊！